其实莫一晴很清楚，族内对楚氏天族的态度，族内也不只是看准了楚风的天赋，其实真正想要攀附的乃是楚轩辕。因为如今有一个传闻，楚轩辕的修为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强横，怕是连星域主界都不敢掉以轻心。这种情况下，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不应该与楚氏天族为敌，可面对诱惑，他却还是乱了分寸。至于现在，他虽然已经大小了抢夺那金色果实的念头，可是他却很不甘心，当众出丑。于是他指着离世天族族长怒喝道：“你口口声声遵守规矩，还不是欺软怕硬？否则先前神体王城的那个小子四处抢夺他人身旁的果实，为何不见你阻止？很简单，他抢夺的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来到此处的客人，但你抢的却是属于楚氏天族的。这里好歹是大千上界，这里的主人是楚氏天族，楚氏天族允许我等外来者进入此处，已是非常大方，你怎可再抢夺属于他们的东西？”离世天族族长说道。忽然一阵掌声响起，伴随那掌声，一道声音也是随之而来：“说得好！”顺声观望，那是一个身披黑袍之人，黑袍很是严密，人们看不到他的容颜，更不知道他是谁。“你是何人？”离世天族族长问道。“我是何人不重要，但我却要替这位莫仪长老鸣一声不平。”你把话说的大义凛然，就好像自己是正义使者一般。可据我所知，你离世天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上界之门开启，好像还想霸占大千上界来者吧？现在你在这里义正言辞，你好意思吗？那位黑袍人的言辞非常的讽刺，此言在理，都不是什么好人，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那莫移情拍手叫好。离世天族族长气得不轻，但却也无法反驳，毕竟他离世天族想要对付楚氏天族是事实，尤其当初离太乙更是直接对楚氏天族族长下毒手，当时很多人都亲眼所见。至于楚氏族长，我也要说你几句。那黑袍人将目光投向楚氏天族族长，这位兄台有何话语，直说便是。楚氏天族族长对其抱了抱拳，态度极为客气。可是那位黑袍人却并不领情，而是以极为讽刺的语气开了口：“如今这么多人来到你大千上界，与你楚氏天族交好，你以为真的是敬你楚氏天族？他们看中的不过是楚轩辕和楚风父子俩的实力而已。至于你们，不过是大家眼中的废物罢了。而那金色果实，本当能者得之，你扪心自问，你有资格得到它吗？”黑袍人此话一出，各方势力之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氏天族族长。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们的目光却都表明，他们认同这位黑袍人所说之话。若是能者得之的话，楚氏天族族长的确不配得到这金色果实。而对于黑袍人的话语以及众人的目光，楚氏天族族长的脸上不仅没有不悦之色，反而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倘若是能者得之的话，在场之中，老夫觉得老夫有这个资格得到这金色果实。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此一时，众人皆是神色变化，显然他们没有想到楚氏天族族长会这样说，谁给他的自信？至于那黑袍人，更是直接笑了出来，真是想不到，你都一把年纪了，脸皮竟然还这么厚。那黑袍人的话语越发讽刺起来，说了半天，你还不是冲着那金色果实而来？但有我离世龙王在此，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离世天族族长说话间，便气势汹汹地向那黑袍人走去。可忽然间，离世天族族长竟跪在了地上，是威压。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释放而出，直接将离世天族族长压迫的跪在了地上。那威压，那是九品尊者，尊者巅峰，澹台引剑。想不到你如此卑鄙！离世天族族长一脸愤怒地看向那黑袍人。不仅是他这样想，此时在场的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澹台引剑。毕竟来到此处的人中，虽然高手很多，可尊者巅峰的存在只有澹台引剑一个人。而眼下这个黑袍人不肯露出真面目，便是有意隐瞒身份，目的就是抢夺金色果实。澹台引剑休要将我与那种货色相提并论。黑袍人说道。你若不是澹台引剑，便将你这黑袍脱下，露出真面目来。离世天族族长说道。既然你们这么想看，那我便让你们看一看。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看到我真面目的人都要死。猛然间，那黑袍人大袖一挥，他竟真的将自己的黑袍给摘了下来。而看到那黑袍人的真面目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许多人的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恐惧之色。这一位，当其脱下黑色长袍露出的面容之后，长相着实有些吓人。他浑身的肌肤为暗蓝色，但是暗蓝色的肌肤上却满是血色的纹路。仔细一看，那竟然不是纹路，而是伤口，血淋淋的伤口，规则性的遍布全身，既诡异又恐怖。最奇怪的是，明明那伤口看上去像是新的，可是鲜血并没有从伤口上流出来，就好像被封锁了一样，可却能看到鲜血在伤口内流动，着实很是恶心。而这个人的眼眸竟然是白色的，并且目光很是诡异，一眼望去，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怪物。是血魔族，你是血魔族的人。人群之中传来阵阵充满恐慌的声音，与此同时，整个人群都乱成了一片，恐惧的气息笼罩了这浩瀚人海。此时人们可谓又惊又恐，尤其是老一辈的强者，尤其是年龄大的强者，他们脸上的恐惧之色竟然更为浓郁。是血魔族在整个祖武星域都非常有名，这是血魔族并没有自己占据的上界，甚至连凡界和下界都没有。但是鼎盛时期的是血魔族却是遍布整个祖武星域，他们几乎无处不在，族人之多，遍布之广，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祖武星域族人最多的势力。并且是血魔族非常的齐心，几乎没有发生过同族相残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在是血魔族之中，高手也是非常之多，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也正因太过强大，是血魔族也是被星域主界视为眼中钉。一场大战于9000年前开启
起初只是星域主界与是血魔族的战争，但因战争开始后，是血魔族不为了提高战力，开始滥杀无辜。可不曾想这一事件败露，这引起众怒，导致祖武星域各方势力也是纷纷参战。那一战殃及整个祖武星域，最终以是血魔族惨败告终。那场大战之时，如今纵横星域主界的顶尖强者们还都年少或是孩子，甚至还有许多强者没有出生，可他们也都知道那一场大战的惨烈，也都知道是血魔族的厉害。足足9000年过去，未曾再发现是血魔族的踪迹。关于是血魔族的事情，也只是成了一个故事，在后辈口中相传。可是眼下这个人的模样，不正是血魔族独有的样子吗？那身上的伤痕纹路，乃是嗜血功法，唯有修炼是血功法，才能会出现这个样子。可是那可怕的是血魔族又复苏了吗？只要想到当年大战是血魔族抓到各方势力的人，进行炼化来提升自己战力的场景，老一辈的人物至今仍会不寒而栗。哈哈哈！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我是血魔族的威名却依旧响亮吗？实不相瞒，老夫的确是血魔族族人，名为魔松。那位开口说道。魔松这个名字倒是未曾听过。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当年大战的时候，我也还只是个孩子，你没听过我的名字，很正常。那魔松说道，这样来看，那在我们之前进入这虚空神树的神秘人，便是你们是血魔族了。处世天族族长问道。正是。魔松点了点头。你们残余势力藏了这么多年，如今忽然现身，到底有何目的？处世天族族长问道。是谁说我们如今才现身的？这么多年来，我是血魔族一直存在，只不过话到此处，魔松的目光扫向众人，眼中闪过一抹阴冷之色。见到我族忍者都被灭口了。听得此话，本就惧怕的众人更是恐惧到了极点。毕竟他们此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尊者巅峰的是血魔族族人，而是灭口的危机。你还没有说，你们到此处到底有何目的？处世天族族长再度问道。你似乎废话很多呀，就算你们都要死，但有些事情你们也不配知道。那魔松一脸讽刺地看着处世天族族长。原来是这样啊，既然如此，那我便只能严刑逼供了。处世天族族长说道。你说什么？魔松神色一滞，他很惊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先前所听到的话。可就在这时，只见处世天族族长其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下一刻竟出现在了那魔松的身前。此时处世天族族长额头之上不仅涌现出一道天字雷纹，他的气息更是达到了9品尊者，并且他的右手更是宛如利刃一般，直奔魔松的身体刺了过去。一切发生的太快，当在场的众人反应过来之时，鲜血四溢。处世天族族长的手臂已是洞穿了魔松的身体，破坏了他的丹田。我说我只能严刑逼供了。处世天族族长收回刺穿魔松身体的手臂，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弧度。魔松连续倒退数步之后，便瘫坐在了地上。不仅是他，脸色复杂，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满眼惊讶，以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气息，你也是9品尊者，天级雷纹的确可以提升1品战力，但不可能这么轻易的重创魔松。而处世天族族长能够如此轻易的便重创魔松，便说明他本身便是9品尊者。正因其本身修为便是9品尊者，在这个基础上，在施展天级雷纹之后，才能如此轻易的击败这魔松。但要知道，身为10大天族之一的黎氏天族族长黎氏龙王，他也只是8品尊者。现在处世天族族长的修为竟然达到了9品尊者，这叫人们怎能不惊？不仅是那魔松一脸惊骇，其实在场之人更为惊恐。这样的实力完全与他们印象中的处世天族族长不符啊！对于众人震惊的反应，处世天族族长似乎早有预料，所以他并未理会众人，而是手掌摊开，一道武力自掌心涌现，化作了一把半尺长的短剑。这把短剑不断扭动，像是虫子一般，看上去竟有着几分诡异。此乃老夫无意间修炼的一种尊境武技，名为尊境碎魂剑。这尊境碎魂剑正面对决，威力实在有限，但若是能够将其刺入人之体内，那人便会饱受摧残而死。你若是老实交代，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这尊境碎魂剑折磨人的威力到底有多厉害，便要拿你来试一试了。处世天族族长看着那魔松说道。面对处世天族族长的威胁，那魔松竟忽然大笑起来，随后目光变得坚决且诡异。真是想不到你竟有如此修为，隐藏得够深的。今日是我失算了，但我是血魔族，定会替我报仇。刺！话音落下，那魔松身上环的血色伤痕竟然开始向外喷射血液。与此同时，那血液绽放起血色的光华，整个人就像是血色的太阳一般，光芒盛放。楚兄，小心！见此一幕，黎氏天族族长赶忙开口警告。可是处世天族族长却是早有准备一般，只见其手指一弹，其手中的对着魔松的体内飞射而去。那短剑刺入魔松身体的一瞬间，竟然有金色光华自魔松体内释放而出，将魔松笼罩。猛然间，巨响传来，这方虚空神树顿时天摇得晃。那笼罩魔松的光芒消散时，魔松已经尸骨无存，只留下了一地鲜红与蓝色混合的液体。早就知道是血魔族族人的嘴巴很严，遇到严刑逼供便会自爆，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是血魔族族人竟然依旧如此的烈性。处世天族族长感叹道。此时人们明白，其实处世天族族长手中的匕首根本就不是折磨人的技法，而是专门针对自爆的手段。处世天族族长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先前的话不过是吓唬那个魔松而已。但人们此时最惊叹的，并非是处世天族族长这缜密的心思，而是他的修为。楚兄，真是想不到你的修为竟然在我之上，隐藏得够深的呀！黎氏天族族长上前说道。处世天族族长还真是深藏不露，深藏不露啊！与此同时，在场的各方势力高手也是纷纷上前，
但要说嘴脸最为殷勤的，则是那个来自莫夷天族的莫夷晴。虽说他莫夷天族实力强横，可面对尊者巅峰的高手，他莫夷天族也要郑重对待，更何况是他呢？尤其是想到他先前竟然还想抢处世天族族长的金色果实，他就更加不安了，只能加倍的讨好，以免处世天族族长责怪于他。而至于其他人，之前其实也都看不起处世天族族长，但是现在他们却不敢了。没有人敢对尊者巅峰的强者不敬，除非你是至尊境。可纵观整个祖武星域，至尊境的高手总共也就那么些个人。由此可见，尊者巅峰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境界，这可是只差一线就能踏入至尊境的存在。在祖武星域，除了尊者境最顶尖的存在，但震惊于他修为的同时，人们更多的还是佩服处世天族族长的忍耐力。人们都觉得处世天族族长很早以前就已是九品尊者了，他根本就不是平庸之辈，只是一直隐藏着而已。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修为，甚至受人星号，被人打压，身负重创也要忍着，这股忍耐力着实令他们敬佩。其实老夫真的没有故意隐藏修为，能有今日的我，还多亏了楚风。处世天族族长笑着说道：“楚风，楚兄，你可就别开玩笑了。”对于处世天族族长这番话，大家都觉得是开玩笑。楚风就算再厉害，可却也无法做到帮助处世天族族长提升修为吧？毕竟楚风也才只是尊者境啊。对于众人的反应，处世天族族长笑了笑，他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能有今日的修为，靠的的确就是楚风。当日在乌马天族领地内，那个远古遗迹之中，很多人其实都是空手而归，可楚风却凭借个人的领悟力，得到了大量的修炼至宝。那修炼至宝对于尊者境的强者有着极大的修炼作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增强修为。处世天族族长正是凭借那些修炼至宝，才在短时间内从5品尊者提升到了9品尊者的地步。修炼了这么多年，修为增进缓慢的他，竟然只是凭借修炼至宝，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大的进步，传出去都没有人信。甚至若是听闻他人身上发生这种事，连他都会产生怀疑。但当这件事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便想不信都不行了。而处世天族族长也很清楚，与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信，所以干脆就不与他们解释了。是血魔族族人出现，定然有着极大的阴谋，大家要加倍小心了。至少咱们这些人还是不要分开的好。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对，咱们还是待在一起为好。”众人纷纷点头。亲眼见识到是血魔族族人后，他们本就害怕，但是这浩瀚人马之中，尊者巅峰的存在只有2个人，一个是蛋台天族的太上长老蛋台引剑，而另一个便是处世天族族长。这2位显然是他们这么多人中最强横的2位守护者。眼下其中一位尊者巅峰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自然不会轻易离开。准确来说，就是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离开处世天族族长身边，会誓死跟在他的身边。而此时，处世天族族长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那颗金色果实。这果实想要得到，似乎还要费些周折，不能继续拖延时间了。处世天族族长一步步走向了那颗金色果实。时间流逝，楚风被困在那幻象之中，已经足足有10几日的时间。这幻象内的景象没有丝毫改变，可现在的楚风却已经变得非常虚弱，甚至有了生命危险。但是哪怕如此，他却依旧目光如炬，尽量保持冷静，仍在寻找破解之法。而楚风不知道的是，他在幻象内所发生的一切，在某个地方竟然看得清清楚楚。这像是一个大殿，但说它是大殿，它又有些粗糙。这里的四周都是柚树木打造而成，若非要说的话，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树洞。树洞的中心区域有一座小型湖泊，湖面平静，竟以楚风为中心，映射出了幻象内的场景。而湖泊的上方竟然还有2个人注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个人看得非常认真，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湖泊。可是他虽是人形，但是他的样子却并不像是一个人，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个怪物。他的浑身都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绷带上面沾满了血迹，只露出一双非常无神的眼眸，但却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也说不清是哪里恐怖，只是看到这双眼眸便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正常来说，这样的装扮更像是一个身负重创之人，本不该以怪物形容，但这个家伙怪就怪在他的身上散发出幽绿色的光芒，并且身体不断传来令人作呕的腐臭味。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具尸体，一具活着的尸体。准确来说，他应该算是一个活死人。除了这个活死人之外，另外一个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至少他看上去是一个活人。按照常理来说，作为一个正常人，身边坐着一个活死人，并且还是浑身散发着腐臭气息的活死人，就算不害怕也会敬而远之。可是这位不仅没有敬而远之，反而就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绿色的果实。那果实可都是神树果实，珍贵的神树果实，在他的身旁居然堆积成了一座几十米高的小山。而他吃这些珍贵的神树果实，就跟嗑瓜子一样，一口一个的塞进嘴里。可能吃得太过爽快，就连湖内的影响，他也只是随便瞄上1-2眼，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吃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人正是之前楚风他们遇到的那个人，那个有着与王强一模一样的外表，却穿着一身树皮铠甲的男人。喂，我说小崽子，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好兄弟吗？他都快要撑不下去了，你看都不看一眼，不怕他死了？那个活死人看着那与王强一模一样的男人说道。正因为他是我兄弟，我才不看。那男子开口说话了，而这一次他的语气竟与王强一模一样。所以你们是假兄弟了？那活死人问道。什么叫假兄弟？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王强瞥了一眼那活死人，过命的交情，那怎么不见你这小崽子关心他？
活死人并不相信王强与楚风的感情很深，因为王强的表现也实在让他无法信服。正因为他是我兄弟，我才知道这个幻象根本难不住他。王强说道：“你对他倒是挺有信心。”活死人道：“那你看了我兄弟有多厉害？那我还不知道吗？”王强一脸的自信。听得此话，活死人目光有所变化，随后看向那湖泊，还真别说，这个小崽子的确有点本事。如此情况下，竟始终能保持冷静，这样冷静的他，缺的只是一点点运气罢了。毕竟他已经多次从那出口经过，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触碰到出口，所以继续下去，他迟早会脱离这幻象阵法。活死人说道：“这还用说？他可是我兄弟。”王强一脸的得意。不对，忽然那坐在地上的活死人猛然站起身来，原本无神的眼眸竟然涌现出了一抹金色。干嘛呀，老东西？一惊一乍的，王强白了一眼那活死人，这个小鬼竟是在偷我的果实。活死人说道：“偷你的果实？老东西，什么意思啊？”听得此话，王强也是站起身来，一脸好奇的望向那湖泊。这幻象阵法是以36颗金色果实的力量为源泉，再配合虚空神术独有的力量，才能形成连结界之术都无法看破的幻象阵法。按理来说，这个小鬼想要破开幻象阵，只要找到出口便可以了，但是他却多次经过出口而没有遇到。我之前觉得他是没有发现那出口，所以才说他只差一点运气，可现在看来，他其实是故意未知，因为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想要离开幻象阵法，而是想将我用来布置幻象阵法的那些果实全部取走。活死人说道：“就如那活死人所说一般，楚风的确已经看穿了这幻象阵法。楚风现在只要破开这幻象阵法，不仅可以找到那颗消失的金色果实，还可以有额外收获。只是楚风现在也不知道那额外的收获是什么，但他已经找到了破解幻象阵法的方式。至于如何看穿这一切的，自然不是依靠天眼，而是直觉。身为界灵师的直觉和判断力就在这里。”忽然，楚风探手一抓，那金色果实便凭空而现，那正是先前自楚风手中消失的金色果实。当那金色果实被楚风握住的一刻开始，这整个无边炼狱便开始崩塌瓦解。很快便有36颗金色果实从岩浆深处飘出。这幻象外界之后，楚风的周围已是恢复正常，楚风再度回到了虚空神术，但是那握在楚风手中的金色果实以及飘在半空的36颗金色果实却都还在。原来支撑起幻象阵法的力量便是金色果实吗？这么多，看来是赚大发了。只是为何与我手中的有些不同呢？此时楚风大袖一挥，那36颗金色果实全部飘向了楚风。只是楚风发现自己手中这一颗金色果实更像是一颗金色的西瓜，而那36颗金色果实则更像是金色的核桃，并且这36颗金色果实也没有楚风手中那颗金色果实非同一般的气息。看来金色果实也是有区别的。楚风先是将手中那颗金色果实收到了乾坤袋内，因为他觉得那颗金色果实与众不同，怕是格外珍贵。至于剩下的36颗金色果实，楚风也是收起了35颗，留下1颗。楚风是想尝尝味道，但他却无奈地发现这颗果实之坚硬程度远远超乎想象，他根本就打不开这金色果实。最终楚风确定，这核桃模样的金色果实似乎并不是用来吃的，而他收起来的那颗像是西瓜的金色果实应该是可以用来吃的，但是楚风却舍不得吃，因为楚风不能确定这2种金色果实到底哪一个是进入神之大殿的入场券。随后楚风便身形一纵离开了此处，但是那湖泊的影像却始终以楚风为中心存在着，就好像锁定了楚风一般。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就说我兄弟他这一次怎么会耗这么久？原来是打算将你这幻象阵法连根拔起啊！见楚风真的得逞，王强笑得不亦乐乎，并且还嘲讽地看向身旁的活死人：“怎么样，老东西，心疼了吧？心疼，若是心疼，我便不会将他送到那里。之所以将他送到那里，不过是想考验他一下而已。”活死人说道：“什么考验？你不是说你是卖我一个人情，所以才送我兄弟一颗神之果实吗？”王强问道：“若是卖你人情，我又岂会以幻象阵法来为难他？”活死人说道：“你这老东西，太狡诈了。那怎么样？我朋友的表现还不错吧？”王强问道。“目前来说是给了我一点惊喜，但还要看之后的表现。”活死人说道。“还继续看啊？我跟你说，你直接将我兄弟弄进来吧。你要是想复活，指望其他人没有用，还是得靠我兄弟。”王强说道。“的确，目前来看，你这个兄弟的确是最有可能帮我复活的人，但他的资质这么好，我倒是不想浪费。”活死人说道。“老东西，我警告你，你可别打兄弟的主意，否则我和你拼了。”此时王强忽然露出愤怒的表情，一副要跟活死人拼命的架势，可是在他的眼中却是涌现出了难以掩饰的担心之色。“小崽子，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威胁我？”那活死人看王强的眼神就像看待笑话一样，“你若是敢对我兄弟下毒手，老子就自杀。”王强一脸坚定，而看着这样的王强，那活死人竟然有些慌了，随后笑眯眯地说道：“好，我只是随便说，待他帮我复活之后，我便放他们离开。”只是哪怕这个活死人这样说了，王强的目光却仍充满了怀疑。与这个老怪物相处也算有些时间了，对于这个家伙的狡诈，王强是非常清楚的。随后楚风便将目光投向了那湖泊，看着那快速移动的楚风，王强紧绷着的脸色则是缓解了不少。楚风可不知道自己此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王强所看到，此时的他
快速移动着。楚风很想搞清楚这虚空神树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最担心的则是王强这气息。可是忽然间，楚风停了下来，目光望向东南方向，而在楚风所望之处，8道身影正快速向前方移动。这是8位老者，他们皆是穿着一袭白衣，气质不凡，宛如仙人一般。最令人惊讶的是，这8位白衣老者的模样竟然一模一样，就好像是8道分身一般。这8个人修为都在5仙境，虽说长相一模一样，可是他们的气息却并不一样。最强的一位也只是5品5仙，而最弱的一位只有1品5仙。正因为修为差距挺大的，所以他们8人此刻能够以相同的速度快速移动，靠的乃是为首的那位拥有5品5仙的老者牵引。真的是他们。起初楚风只是感觉到了气息，但是随着那8位老者的靠近，楚风已是能够看到他们的面容。当看到他们之后，楚风顿时面露喜色，因为这8位楚风早就相识。在大千上界，楚氏天族虽是公认的主宰者，但也有其他势力在大千上界扎根，其中公认的除了楚氏天族外，最强的势力便是一个叫做星陨圣地的地方。楚风当初刚来到大千上界，那个时候还没有与楚氏天族相认，倒是与星陨圣地的人有了不少纠葛，树敌了不少人，比如星陨圣地的那个圣子宋云飞，当然也结交了一些人，比如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而其中也有星陨圣地的星陨八仙。眼下出现在楚风眼前的正是那星陨八仙。虽说楚风来到大千上界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多久，但算一算，距离上一次与他们相见却也过去了一点时间。如今故人相遇，楚风自然欣喜。此时楚风便要向前飞掠，想要与他们相迎，你们逃不掉的。可谁曾想，忽然几声阴冷的声音响起，紧接着13道黑影便自四面八方出现，直接将星陨八仙的路封死了。这些人皆是身穿黑袍，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的气息却是令星陨八仙眉头紧皱。这13个人也全部都是5仙境，并且每一个都要在他们8兄弟之上。敢问你们是何人？为何要对我们紧追不舍？星翼长老抱拳问道：你们这等废物，没资格知道我们是谁，乖乖的束手就擒，否则便要你们狗命。其中一位黑袍人说话的时候，掌心握起，武力凝聚，便化作一道绳索握在了掌心。不仅是他，在场的其他几位黑袍人也都是以武力凝聚绳索握在了掌心。那绳索刚好是8道。见此一幕，星陨八仙暗叫不好，他们绝对是来者不善。而最无奈的是，对方的修为明显在他们之上，就算是想要反抗，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可就在此时，一股威压忽然从天而降，紧接着那13个黑袍人便全部趴在了地上。该死，竟有帮手！此时一位黑袍人怒吼一声，紧接着他的黑袍之中便散发出血色的光华，砰砰！下一刻，那13个黑袍人竟全部爆体而亡。在黑袍人爆体而亡的一瞬间，强大的力量也是横扫而出。在那一瞬间，星陨八仙还都以为自己死定了，毕竟那因黑袍人爆炸而产生的力量非同小可。可是谁曾想，那股强大的力量还未靠近他们，便消散开来。多谢高人相助。此时星陨八仙同时抱拳道谢：前辈，我可不是什么高人。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上方的树木上传来，抬头一望，星陨八仙皆是面露喜色，尤其是星翼长老更是笑得喜笑颜开，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顶端的一根巨木之上坐着一名青年，而这个青年他们都认识，那正是楚风啊！晚辈楚风拜见八仙前辈。楚风从巨木上一跃而下，对着星陨八仙抱了抱拳：使不得使不得呀，你现在可是楚氏天族的少爷，怎能向我等失礼？星翼长老赶忙上前搀扶楚风：几位前辈永远是楚风的前辈，见面自然要施礼。楚风说道：楚风少爷，就你自己一个人吗？星二长老向四周打量：就我自己一个人。楚风说道：那你刚刚是使用了至宝？星二长老问道：没有啊。楚风摇了摇头：难道说那威亚是你的？星二长老问道：对啊。楚风点了点头。而他此话一出，莫说星二长老，星陨八仙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他们先前分明感觉到那威亚是尊者境界。楚风少爷，刚刚你的气息，老夫若没有感应错的话，那好像是尊者境吧？难道说楚风少爷你现在已是尊者境？星翼长老此话问出后，连空气都变得安静起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凝视着楚风，在等待着楚风的答案。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品尊者。楚风点了点头，众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真的从楚风口中听到这4个字之后，他们的内心深处便巨浪滚滚，浪潮之猛，瞬息遍布全身，血液都随之沸腾。一品尊者，这可是他们星陨圣地的圣主，3000多年才踏入的境界啊！但楚风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一品尊者。要知道，星陨八仙第一次见到楚风的时候，楚风还只是1品真仙境，而距离当初才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楚风竟然连续跨过真仙、天仙、5仙3大境界，踏入了他们这一辈子都只难以踏入的尊者境，无愧是楚轩辕的儿子。震惊之际，星翼长老笑着开口，而他这一开口，倒也是将人们从震惊之中唤醒。原本难以接受的他们，忽然可以承受了。楚轩辕那个妖孽级的存在，当年正是凭借过人的天赋，做到了常人所做不到的诸多事情，才名震祖武星域。而楚风既然是楚轩辕的儿子，他继承楚轩辕的天赋，如今也是做出这等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倒也在情理之中了。的确是虎父无犬子啊！此一时，其他几位长老也是纷纷感叹：诸位前辈，你们可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楚风这样问，是他觉得这些黑袍人很可能是之前虚空神树的结界刚刚消失，
便第一时间进入虚空神树的神秘势力。对于这伙人，楚风也是充满了警惕。楚风有一种猜测，相比于他们，那伙神秘人可能更了解这虚空神树，并且他们刚刚发现不是楚风的对手后，毫不犹豫的便选择爆体而亡。这更充分的表明了他们身上是有着秘密的，正因不想暴露秘密，才选择自爆而亡。但生命何其可贵，竟能因为不将秘密外泄而直接选择死亡，这等执行力当真可怕。面对这样的对手，楚风实在是做不到大意。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何人，也不知他们为何要抓我们。新二长老摇了摇头，听得此话，楚风眉头皱起。两军交战，最怕的就是我在明，敌在暗，尤其是眼下，对方似乎对他们非常了解，而他们对这些人却是一无所知。可就在这时，新一长老却是忽然开口，虽然不能确定，但他们刚刚的自爆，他们好像是前辈，像是什么？楚风赶忙问道。是血魔族，是血魔族。新一长老此话一出，其他几位都是神色大变，那不祥的预感都直接表露在了脸上。虽不知是血魔族是何存在，但从他们几位的反应，楚风便能意识到，这所谓的是血魔族，绝对不是寻常之辈。于是赶忙追问：前辈，是血魔族是何来历？随后，星陨八仙便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是血魔族的事情。但是他们也都觉得，是血魔族已经彻底被灭族，本不应该出现才对。我想，这些人一定有着什么阴谋，他们还会出现。而他们到底是不是血魔族，我们总会知道。只是面对这样一群家伙，我们就不得不加倍小心了。楚风说道。是啊，星陨八仙也是连连点头。对了，前辈，星陨圣地是只有你们进来了吗？为何不见其他人？楚风问道。差点忘记要紧事。楚风小友，你有要紧事吗？忽然，新一长老一脸紧张地看向楚风。我现在与族人走散，也不知道去哪，我们可以同行。楚风说道。那就太好了，我们先走，路上再与你细说。新一长老说道。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随后，新一长老的手中便拿出了一颗石头，那颗石头很是特别，但却闪烁着微微光华。而楚风一眼就看出这石头有着引导的作用。前辈，我来吧。楚风伸出手来，想要接过石头。楚风看得出来，星陨八仙他们此时应该是有要紧事要做，而这块石头便是指引他们用的。在此之中，楚风的修为最强，速度最快，所以理当由楚风来带路。楚风少爷，那就有劳了。果不其然，对于楚风这个提议，新一长老不仅没有介意，反而是一脸感激的将那颗石头交给了楚风。随后，楚风便带着星陨八仙按照石头的指引快速前行。而路上，楚风也是得知了关于星陨圣地的事情。星陨圣地很可能出事了。虚空神树此次的开启非同小可，毕竟是传说中的景象。星陨圣地的战力几乎来了大半，莫说星陨八仙，就连星陨圣地的13位太上长老都全部出动。要知道，星陨圣地的那些太上长老，许多都是常年闭关状态，这次是强行将他们叫出来的。毕竟，连闭关中的圣主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是出关了。当然，这些顶尖强者纷纷出动，为的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得到一些突破。不仅是这些顶尖人物，那些当初与楚风有着一些交集的小辈们，也都来到了此处。当他们来到此处之时，楚氏天族以及各方势力都已经进入了虚空神树之中。他们也没有遇到那个与王强一模一样的神秘人，毕竟他们也曾多次进入过虚空神树，所以对虚空神树有些了解。所以他们是自行分开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跟随着圣主同藏，分开的也都是如星陨八仙这种有着一定自保能力的人。毕竟这次虚空神树开启与众不同，他们也是不敢掉以轻心，甚至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拿出了星陨圣地镇宗级的至宝。此宝名为星陨圣石。那星陨圣石由天外而来，它也可以说是星陨圣地立宗的根本。星陨圣地第一代圣主借用那星陨圣石的力量，打造成了一件防护至宝。后来经过多任圣主的打磨，那星陨圣石如今已经成为一件防御力极强的宝物。最关键的是，当星陨圣石运转的时候，可以通过星陨圣石的碎片通知到其他人，哪怕特殊的地方也依旧有效。但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星陨圣地不会使用星陨圣石来保护自己。而此时楚风手中所握着的那块石头，便是星陨圣石的碎片。星陨圣石的碎片闪烁起指引的光芒，便说明星陨圣石已经开启，星陨圣地很可能出事了。所以星陨八仙才如此急切，甚至希望楚风能够与他们同行，就是因为想要借助楚风的力量。尽管他们不知道圣主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但能逼得圣主开启星陨圣石的情况下，那绝对不是小麻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此时在虚空深处的某处，有着一块很大的空地，空地的中心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很大也很奇怪，就仿佛这块石头本就不属于此处。而在这石头之外，则是有着几百道身影，这些都是血魔族的族人，他们整齐而立，注视着那块石头。他们看不到石头的内部，可目光却很是轻蔑，就仿佛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实际上，这块石头便是星陨圣地的至宝星陨圣石。眼下从表面来看，这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但在这石头内部却是一个独立的空间。星陨圣地足足上万名精锐，全部在空间之内。不仅夏雨儿、宋云飞这些小辈在，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在这里边有着11位，但为首的却是一位身穿白衣、头戴发冠的、留着一头黑发的中年男子。这名中年男子不仅长相英俊，更是气宇轩昂，但他的一双眼眸却充满了沧桑，那是岁月磨砺出的目光。而他的气息比这空间内的所有人都要强，他便是星陨圣地的最强者，也是星陨圣地的圣主。但是眼下这位圣主不仅脸色不好，还
瘫坐在地上，而在他的身旁围着11位太上长老，都在全力为他疗伤。圣主，好些了没？见圣主缓缓睁开了眼眸，一位长老赶忙开口问道。圣主缓缓点了点头。圣主，怎么办？连您都不是那个家伙的对手，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吗？那位太上长老面露担忧之色，不待在这里怎么办？难道还要出去与他们硬拼吗？另外一位太上长老则是有些责怪那位长老，圣主都受伤了，还是先疗伤吧，毕竟我们待在星陨圣石之中，他们也奈何不得。紧接着又有一位长老开口，不行。可就在此时，圣主却是忽然开口说道，这星陨圣石怕是挡不住他们。听得此话，那11位太上长老皆是心中一紧，脸色也是变得不安起来。你们看，他们就在外面，亲眼见到我们开启了这星陨圣石，也尝试过进行破坏，但却根本难破星陨圣石分毫。可眼下他们的目光之中却有恃无恐，甚至都未将星陨圣石放在眼中。他们敢如此轻视于我辈，要么他们所有破解的手段，要么就是他们还有援兵，而那援兵的实力可以轻易破开星陨圣石。星陨圣地圣主说道，圣主大人，那眼下我们该当如何？听得圣主这番话后，他们则是更慌了，只能誓死一搏了。圣主说道，圣主大人，万万不可呀！先不说您伤势并未痊愈，更何况，圣主大人先前已经与对方交过手，对方有着18位一品尊者境的高手，并且都掌握着可以提升一品战力的手段。圣主大人难以以一敌众，才会身负重创，无可奈何之下，才开启了星陨圣石来守护在场的众人。还是我出去吧。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就在此时，又有一伙人马走了过来，他们全部都不是星陨圣地的族人，他们乃是鬼宗殿的人，而为首的那位乃是鬼宗殿的殿主。其实是鬼宗殿的人先遇到的是血魔族的这群人的。星陨圣地的众人刚好偶遇他们，见此一幕才出手相助，结果哪怕连星陨圣地的圣主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才落到了此时的局面。你们出去有什么用？送死吗？圣主问道。毕竟这件事因我们而起，与你们无关，虽不知道他们为何要针对于我们，但只要我们出去，兴许他们可以放过你们。鬼宗殿殿主说道。你何时变得如此愚钝了？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他们根本就不是针对你鬼宗殿，而是针对我们所有人？圣主说道。可是鬼宗殿殿主岂会看不出来，这群人是针对他们所有人的？但他不想牵连星陨圣地，自己出去也只是无奈之举。鬼殿主，你们鬼宗殿的破魂力命丹，你可有带在身上？圣主问道。你要做什么？鬼宗殿殿主眉头皱起，有了不祥的预感。族长大人。与此同时，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们也都意识到了不妙。别废话了，事到如今还有其他选择吗？试想都死在此处，还是拼上一拼？何况破魂力命丹，就算反噬性强，也不至于死吧？圣主问道。而此时，众人尽管心中难受，可却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鬼宗殿殿主无可奈何之下，自乾坤袋内取出2颗丹药，2颗一起服用会减少反噬性，但药效会变短，尽量速战速决。我会速战速决。圣主说话间，便将2颗丹药接过，且直接吞服到口中。丹药入体，顿时一股暗紫色的气焰自他的体内散发而出，就连眼眸也是变成了暗紫色。当那气焰涌现后，圣主那仙人一般的气质立刻消失不见。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个魔道中人。可是圣主的伤势不仅得到痊愈，他的战力也是得到了提升。星陨圣地，众人听我命令，所有人不得擅自离开这星陨圣地，包括鬼宗殿的人也是不行，待我凯旋而回。说完此话，星陨圣地的圣主便捏碎石头冲了出去。而当星陨圣地圣主冲出去之后，便有18道身影直接冲了上去，与星陨圣地的圣主战成了一片。龟缩了这么久，又突然出来，还以为有了援兵，搞了半天是服用了禁药。看来星陨圣地不过如此。对方一边交手，一边出言讽刺，全然不将星陨圣地的圣主放在眼中。这种情况下，让星陨圣地的众人可谓是愤怒至极。这可是他们高高在上的圣主，何时被人如此轻视过？但是他们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看着眼前这一幕发生。尤其是小一辈们，他们年轻气盛，更是忍不了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否则日后我修炼有成，绝对要屠戮他们所有人，来洗今日之辱。忽然一道声音在人群之中传来，听的这个声音，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若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定会被人耻笑，可是这位说出这样的话，他们却是不敢耻笑。这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年轻女子，而她便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在大千上界有着3大美人之称的夏雨儿。雨儿，你放心，今日之辱，日后我与你一同洗刷，定要让他们为今日的所作所为而后悔。夏雨儿身旁一名青年说道，此人乃是星陨圣地的圣子宋云飞。只是对于宋云飞此话，夏雨儿就像是没听到一样，一直望着前方。而对于这样的夏雨儿，宋云飞也不能多说什么。可宋云飞能够确定，夏雨儿一定听到了自己说的话，他是故意不理会自己的。回想当初自己与夏雨儿关系是多么的好，可是自从虚空神术自己与楚风发生矛盾后，夏雨儿再见到他便开始有意疏远，哪怕自己加倍讨好，但也是无用。而宋云飞也明白，夏雨儿与自己疏远其实是因为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楚风。可偏偏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这个身份让多少人为之羡慕。不过当时宋云飞虽然羡慕楚风，但却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楚风乃是废子的身份，是被楚氏天族逐出家族的废物。他觉得就算楚风可以修武了，但回到楚氏天族，日子也定然不会太好过。可谁曾想，楚风回到楚氏天族之后，不仅得到了认可，还得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青睐，更是击败了黎氏天族的众多天才。听闻连离岸之那位祖武十星名列第10的存在
都败在了楚风手中。想到这里，宋云飞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他与楚风的差距已是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楚风，他该如何夺回夏雨儿的青睐？就在此时，一阵巨响自外面传来，定目观望，这星陨圣石内的众人皆是吓了一跳，浓浓的不安与担忧蔓延开来。星陨圣地圣主独占是血魔族18位同境界的高手，眼下圣主的身上不仅散发着暗紫色的气焰，在他的身后更是有着一个巨大的虚影，那是一个白色光滑的战士，看不清他的容貌，看不清他的身躯，但却威风凛凛，气息神圣，那是天赐神力。凭借着天赐神力，圣主的修为已是从1品尊者提升到了2品尊者。可哪怕这样，圣主也没有占到一丝便宜，因为那18位是血魔族族人的气息，也都是从1品尊者提升到了2品尊者。尤其是眼下，他们的黑袍之中释放出血红色的绳索，绳索交织形成一座大阵，将星陨圣地圣主困在了当中。在这大阵之下，圣主不仅气喘吁吁，更是连都站不稳了，他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这阵法，难道说他们是？此时，鬼宗殿殿主以及星陨圣地的太上长老的脸色都是变得格外难看，他们已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是血炼破阵，你们是血魔族的人？圣主凝声问道。结，现在才发现，也未免太迟钝了吧？是血魔族的族人发出了讽刺的声音，不能让圣主一个人面对这些魔族族人，跟他们拼了。就在此时，星陨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捏碎了手中的石头，传送到了星陨圣地之外。紧接着，其他太上长老也纷纷捏碎手中的石头传了出去，带我们出去。而在鬼宗殿殿主的要求之下，鬼宗殿殿主以及鬼宗殿的众位高手也都是纷纷到达了星陨圣石之外，唯有小辈们还留在星陨圣石之中。谁让你们出来的？见到众人出现，圣主大怒。圣主大人，就算您责怪，也绝对不能让您一个人面对这一切。众位太上长老纷纷开口，就算死，也不能窝窝囊囊的死吧。鬼宗殿殿主面带笑意，相比于其他人，他倒是表现得很是从容。真是想不到，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也不全是贪生怕死之辈。不过你们也莫要害怕，现在还不会杀你们。猛然间，无数道锁链出现，包括鬼宗殿殿主在内的所有高手全部被锁链封锁，他们都是动弹不得，就更莫说出手交战了。见此一幕，星陨圣地的圣主无奈地叹息起来，连他都不是这些人的对手。这些武仙境的出来，不就是自投罗网吗？但他却也知道，就算他们不出来，可迟早那星陨圣石也会被破开，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是难逃一死。想到这里，他也没有太多责怪，而是叹息一声。而星陨圣地内那些小辈们看着自家势力内那些平日里他们敬畏的高手前辈大人们，面对那些所谓的魔族族人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的，他们的内心何止崩溃，简直就是绝望。那是一种明明自己还活着，可是头顶却是无边的乌云，周围却是无尽的黑暗，死气沉沉，看不到一丝光芒的情绪。他们是真的觉得他们是要死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距离他们数万米之外，有着9身影正在靠近，这正是快速赶来的楚风以及星陨八仙。到了，楚风原本正在按照手中石头的指示前行，可星翼长老却是忽然开口，还未见到星陨圣石啊？楚风问道。楚风少爷，星陨圣石开启之时，说明我族遇到了劫难，这种情况下，若是直接靠近，那么靠近者也会有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无需靠近星陨圣石，只要到达一个距离，便可以运用这星陨圣石的碎片，直接传送到星陨圣石之内。而眼下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距离。星翼长老说道。前辈，那便交给您了。楚风说话间，将手中的石头递给了星翼长老，可星翼长老却是推了回来。楚风少爷，这碎片只能带一个人进去，所以你也要有。星翼长老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又取出了一块石头。与此同时，其他7位的手中也都出现了一块石头，并且那些石头与楚风手中的一样，都闪烁着相同的光芒。楚风少爷，将你的武力灌输到星陨圣石的碎片之中，便可进入星陨圣石之内。星翼长老对楚风说道。他说完此话，便消失不见。楚风少爷，你也试试。星二长老对楚风说道。楚风说话间，便按照星翼长老所说尝试起来。果不其然，当其将武力灌输到那石头之后，楚风的在周围便立刻发生了变化。但楚风并没有直接进入那星陨圣石之中，楚风此时就好像到达了浩瀚天外，周围都是星辰，但这星辰并没有快速的流动，自己也没有移动。这便是星陨圣石的力量吗？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止有武力与结界之力，修武者的世界还真是神奇。此时楚风知道，就算运用星陨圣石的力量，可以做到远距离的传送，可却也不是瞬息就可以将传送完成的，这也是需要时间的。也正因为完成这件事情靠的不是结界之力，也不是武力，所以才会让楚风见到这不可思议的画面。楚风知道眼前的不是真实的，而能让他见到这一切，靠的乃是那星陨圣石独特的力量。一道光芒闪烁，星翼长老率先进入了星陨圣石之中。星翼长老见到星翼长老，众位小辈们就像是见到了主心骨一般，一拥而上的来到了星翼长老的身旁，这也包括夏雨儿和宋云飞等小辈。可谁曾想，他们还未靠近星翼长老，在星翼长老的身旁便又出现了一道身影。看到这位，在场的小辈都是愣住了一下，才猛然反应过来。楚风，夏雨儿最先开口，眼中充满了意外，显然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楚风。好久不见。楚风冲着夏雨儿则是露出淡淡的笑容。想当初楚风是不喜欢夏雨儿的，觉得这是一个内心歹毒的妖女，可是后来经过一些事情后，楚风却发现夏雨儿其实也没有那么坏，反而倒是把她当成了朋友。如今再度相见，内心自然喜悦。怎么会这样？
可就在此时，新义长老却是满面惊慌。他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在颤抖。听得此话，楚风也意识到不妙，赶忙将目光投向了新义长老所望之处，这才注意到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星陨圣地的高手以及鬼宗殿的高手都被是血魔族的族人所深深的压制了。前辈，我该如何出去？楚风问道。楚风少爷，万万不可呀！你也看到了，连我家圣主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对方的势力非同小可。不仅新义长老开口，在楚风之后进入此处的其他长老也是纷纷开口相劝。放心，我有把握。楚风说道。你有什么把握？能不能不要出去，给我家圣主添乱了？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响起，是宋云飞。宋云飞面对眼前的情况，非常的压抑，压抑的就快要死了。可是他无从发泄，也没有本事解决这一切，更不敢去责怪那些长老。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楚风，本就对楚风极其厌烦的他，下意识的便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到了楚风身上。然而面对那已经失去理智的宋云飞，楚风却是对他笑了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而是看向了新义长老。前辈，是将这块石头捏碎吧？新义长老没有回答。其实他很矛盾，他希望楚风帮忙，可却也害怕楚风失败，导致害了楚风。可就在此时，却有只手抓住了楚风那握住石头的手腕，是夏雨儿。楚风，你不要出去，只要留在这里，我们至少还是安全的。但是出去了，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夏雨儿对楚风说道。放心，我会把你家圣主带回来的。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夏雨儿则是为之一愣，一时间不太明白楚风为何忽然说这样的话。可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原本就在他眼前，甚至被抓住的楚风却已然消失不见。